这次国庆假期，我收到了4个好消息，3个坏消息。咱呢就丑话先说哈，最后一个消息真的是王炸。先跟大家说3个坏消息吧。第一，有人告诉我哈，国庆期间啊，跟他热聊了2个多月的相亲对象，突然间人间蒸发了啊，连消息都不回了。这不明摆着吗？你被竞争对手给比下去了吗？第二哈，有个姑娘啊，她在网上网聊了一个男的，国庆啊准备奔现了嘛，才发现啊被人家骗了，聊的是个高富帅，见到的呢是个矮穷矬，还被对方以投资的名义啊骗了10几万。你们说他冤不冤？奉劝大家哈，尽量少网聊，那里边那些美女帅哥优秀的成功人士90%都是假的。第三哈，一对已经订婚的男女取消婚约了，就因为女方要求婚前在男方的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结果男的不答应啊。你们说这个到底赖谁啊？我再来给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哈。第一个呢，就是去年见面的2婚男2婚女终于在国庆的时候见家长了，眼看着呢要喝他们的喜酒了哈，还真的蛮高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的2个特慢热的女生啊，硬是交往了半年多，都没让男生碰一下下呀。这2个男生还真是哈，人好有耐心，接了这事儿了，居然成了。11期间2对都已经见完家长了，这还不是好事吗？第三个哈，当然是有人结婚嘛，我亲自介绍的啊，谈了8个多月了，男大女小，相差18岁的恋爱啊，终于谈成了，婚期就定在年底。第4个好消息呢，当然就属王炸了哈，国庆期间嘛，我的一个会员啊生宝宝啦，去年领的证儿结的婚，今年啊就当父母了。时间哈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再过一阵再看，这孩子都满地跑了，你们说是不是？反正我这个11呢过得还蛮充实的哈，在北京工作，没有脱单又很想脱单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我哦，一个做了12年红娘的大姐姐，没准哪天你就需要我了。2婚带娃真的很难找对象吗？今天咱们就来认认真真聊个这个话题哈。现在的2婚市场真的是特别尴尬的，离了婚的男人啊，他受伤了，心也很冷了，再也不想碰婚姻啊，要么他就自个儿过几年缓一缓，甚至连恋爱他都懒得谈。有钱的男人还算幸运啊，离婚后还可能还能找个不错的对象。那些没有钱的呢，就要做好打光棍的准备了。而那些离了婚的女人，不管是自己受伤的还是伤了别人的，她们都会等待下一个条件更好的男人出现。毕竟是女人嘛，不论她是到了多大啊，哪怕70岁了，她都希望自己被捧在手心里啊。所以那些长得很漂亮的离婚女人，她们觉得自己啊根本不缺男人追啊。可是混了几年以后，她会发现愿意娶她愿意跟她结婚的少之又少。这是为啥呢？其实男同胞们都明白哈，这不过是想玩玩罢了。条件好的男人基本上不会考虑离过婚还有孩子的女人，因为他们的选择很多啊，人家没有必要在你这儿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的。而那些穷的男人可能对他呢是有几分真感情的，但是他又看不上的。长得不好看的离婚女人呢就更难找对象了，很少有人问津，再加上他要是带个孩子就更别提了。条件好的男人不会愿意替你养孩子的，条件差的呢他也养不起你的孩子。所以呢很多女人哈离婚以后呢都以为可以找到一个比前夫更好的，其实现实往往很打脸，60%都可能你再也嫁不出去了。尤其是带孩子的，能找到一个人谈恋爱你都算不错了啊，有的甚至连谈恋爱的机会都不会有，更别提再婚。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质疑我说的话，但是你就看一看现在这么高的离婚率，大部分都是女人提出来的，这个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如今受伤害的男人哪还敢再轻易相信女人呢？对吧？同样嘛，女人要是受着伤，她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男人了。再度结婚都是再三思考，再三思虑，条件差的不想要，条件好的呢又够不到，于是乎啊，他们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找不到对象了，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最后哈，那些离了婚的女人，不论带孩子不带孩子，有颜值没颜值，都像商量好了一样，谈到结婚就要高额的彩礼，通过婚姻获取财富，把男人当赚钱的工具。这一点让男人就警觉起来了，人家也不敢再轻易的去上当上钩了。同意我说的呢，就点个小心心再走啊。头上来就倔强，是热烈的骄阳，也向着逆风的方向拼命翱翔。
可是黑暗更激荡。你是真的想结婚吗？84年的哈女士，我问了她2遍，她非常肯定的说，姐，我当然是要想结婚的，不然我来找你干什么呀？而且我这个年纪啊，要抓紧要孩子。我看她真的是着急哈，我就说那好，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结婚的，而不是说找不到的话就一个人过也行的那种，那我真的要劝劝你，把刚才你说的那个择偶要求再往下降一降。她就很不解的问我，姐，为什么呀？我的要求已经降过了呀。您看哈，我40岁，我能接受到48岁，我身高1.65米，我能接受到1.7米，我是硕士学历，我能接受对方是本科，我工作很稳定，我能接受对方在私企打工，如果在体制内可以接受收入低的，但是房子最好有2套，我自己呢也是有房子的，如果对方在私企打工，那收入得比我高一点啊，有个50万左右就行，毕竟是40-50岁的男人了嘛，在北京挣钱还挣不到50万啊，是不是也太差了？毕竟我自己还挣30-40万呢，房子得是全款的，这个是硬性要求，其他的都可以放低，这一项是我不能改变的啊！我都觉得自己只剩下这一个要求了，这还算高吗？于是我就反问他了啊，亲爱的，你换位思考一下，假定你是这个男的，你45岁，在北京有2套房子啊，或者呢自己有全款的房子，收入在50万，那这个时候啊，你会选择一个40岁的女人吗？他居然说为什么不能呢？我说哈，你知道吗？这样的条件的男人，他如果想找一个20多岁、30来岁的姑娘，可能是有点费劲的，但是呢，他却是那些30岁到35岁之间的女生争抢的对象啊。现在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条件的男人说，哎，我会跟你结婚，哎，我还追求你，估计啊就是来扎你的，或者呢就是来骗你的。他就犹豫了一下说，那我还要怎么降呢？我说，姐建议你啊，现在最好从2种人群当中去找，一种就是年龄大你不多，经济条件呢不太好，但是性格不错，人品好，也善良，情绪价值给的很到位的那种男的，但是你可能不能指望他能给你提供经济上的价值。而另外哈，如果你觉得经济条件那是硬伤啊，那你就得选择那种年龄比你大很多的，10岁以上的，未婚或者离异的都可以，甚至是有孩子的男人，但是经济条件很好。如果这2样你都接受不了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帮到你了，你只能从现在开始规划好自己未来怎么养老的问题了，明白了吗？你听说过北京的单身比例吗？10个单身中有8个是女的，只有2个是男的，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你去过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你会发现哈，有一大堆优秀单身女生的资料，而男生的呢却屈指可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在北京的条件一般的男生，如果无法在北京扎根立足的话啊，就会回老家结婚生子。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没有买房买车啊，也没有给彩礼的压力，一个月的工资哪怕就是5000块钱，她也够自己用了，也能在北京生活。然而呢，想在北京找个条件好的男孩却很难，因为外地女生想找本地的，而本地男生呢更愿意找本地的女生。这种情况下，本地的优秀男孩逐渐的就减少了，优秀的女孩呢倒是越来越多，好一点的男孩几乎被抢光了。而有些女生呢，即使降低了标准啊，也不一定能找到理想对象。想要找到优秀的伴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多主动寻找渠道，遇到喜欢的男生就主动一点，别搞高冷啊慢热啊那一套，也别提彩礼，更别提那些房产加名这些事儿了，你会把自己搞得嫁不出去的，信不信由你哦。在北京参加婚礼，大家都怎么随礼的呢？国庆呢，我收到了一对新人的婚礼请柬，我既高兴又纠结。一方面吧，据说呢，按传统习俗，做媒人是不用包红包随礼的，我还应该收谢媒的红包才对的，是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嘛，哪有参加婚礼不给红包随礼的呀？这不也是对新人的一种祝福吗？真的很纠结啊！我也打听了哈，盘点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家去参加婚礼都是怎么随礼的，好像一般来讲是分2个等级，一个呢就是普通朋友、同学、同事关系，一般都是随100到1000之间。第2个等级呢，关系特别好的闺蜜、哥们儿、亲人等等啊，那随礼就比较多了，我看见的最多的有随2万的。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哈，怎么选择比较好一点，要么呢就不去吧，
之前很多回啊，我都不参加婚礼的。我就是觉得要这么参加，我还得随礼的话，我1年下来得随多少出去啊？我要是真不去吧，这俩又特别热情哈，特别想我去。那我现在吧，多半是打算要去的，但是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到底我随多少礼比较合适呢？大家来给我出个主意吧。你们说现在奇不奇怪吗？现在北京哈，有房子都不一定能结婚了，还得没有房贷才行。就前几天有个家长带着他女儿过来找我咨询择偶定位他们老家是安徽那边的单亲家庭，普通工薪阶层。这位妈妈呢，对女儿的婚事特别的担心，她家姑娘已经29岁了，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姑娘本身还是比较优秀的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人长得文文静静的可惜就是这么白白被耽误着。我不得不说，她家姑娘的现状跟这位妈妈的思想观念脱不了干系。大家来听听我有没有冤枉她。她妈妈说，女儿工作很稳定，学历也高，还有北京户口，所以还是希望找个经济条件好点的我们就是普通工薪阶层，所以不求大富大贵，最起码对方在北京得有个房子，但是绝对不接受对方房子有贷款，其他的在学历上工作上互相匹配也就行了。工作稳定一点的，他还不想女儿找个做生意的，他个人觉得做生意的不太靠得住怕以后婚姻不稳定。他女儿对妈妈这个看法呢，其实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找个做生意的呢？这时候我的脑子飞速的运转了一下然后我就告诉他，您的这个要求确实不算高但是您知道吗？您的这个要求只锁定了2种人群，一类就是北京土著，他们一般都有房子，并且几乎都没有贷款，大部分北京人追求平稳，很多都在体制内工作。那么这类人呢，收入是比较低的不太高，你家姑娘得接受他们的躺平状态。另外一类人就是外地在北京买房子的人，如果他是全款买的，要么就是自己做生意赚的，要么就是家里做生意买的。那做生意的您又不找，当然人家也不一定找您。另外一类呢，就是家里帮着买的，那这个家庭在外地来说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家庭了。像这样的男生也算一个富二代了吧，那么他的眼光一定很高，不一定看得上咱们这个姑娘的长相。所以可能最后咱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北京土著在体制内上班的，每年收入10来万。那他姑娘听到这儿就说那我们2个人加起来工资才2万，这还怎么生活呀？我这个时候真的没有接话我心里在想，姑娘你已经没人可嫁了，真的是这样的，对吗？今天我和一个93年的女生对话你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她说我想找一个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男士，必须事业有成，资产过亿。我希望他能够成熟稳重，有一定的阅历，能够带领我呢走到更高的层次，教我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带我看尽这世间繁华，有一定格局的人。最好我们的思想认知呢能在一个频道上，希望他能包容我的幼稚和无知能够照顾我和理解我，并且在金钱上呢也愿意为我付出的人。不喜欢那种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顽固守旧还抠门小气的男人。最好我们有趋同的消费观。最后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地问他，那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呀？他想了想说，我年轻貌美，学历高然后我就问他，那还有吗？他居然回答不上来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吧？于是我就跟他说，首先你的年轻貌美能维持多久？这个是随着时间会快速贬值的东西，你知道吗？其次呢，你有点太自信了。你觉得一个事业有成、资产都过亿的男人会喜欢一个思想很幼稚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吗？一个比你大10岁以上的成功男人他的思想认知能跟你在一个频道吗？如果他的认知水平跟你在一个频道，估计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我看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得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实中并非如此的。那第3点呢，你想嫁给有钱人，还不想给他生孩子，他辛苦打拼多年攒下来的财富，只是为了等你的到来吗？亿万资产不需要有人来传承的吗？辛苦打下的江山不需要后人来守住的吗？你咋就这么天真呢？你这都不叫天真，我只能说你太自私了。说了半天对别人的要求，想一想，在提这些要求之前首先问问自己能给对方带来什么，你对他而言价值是什么？你想清楚了你再来好吗？别在这白日做梦。
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病啊？咱就说哈，凭什么你看上的人就一定得看上你呢？这不是很幼稚吗？那有的人哈，他真的相亲相了好多年了，要求呢就一直没有变过，非常的执着，就朝着那一个方向去找。但是呢，很多年过去了，就一直都找不到啊，因为呢，他喜欢的这类人呢，一个也没看上他，但是他自己觉得这可能是缘分没有到，而不是自己的方向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点哈，但凡你有100%看上对方了的话，那你就相信我，对方100%的看不上你。只有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还行的时候，大概率啊，就是可以跟你结婚的对象。这个时候呢，也是验证你有没有真正开悟的时候。你如果这时候还在纠结啊，结果你还是错过了，那你真的可能啊，很难再遇到那个让你觉得还行的这个人，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哦。你猜怎么着哈？又来了一场相亲现场的爆笑剧。39岁的男士和36岁的女士第一次见面，在咖啡馆里，哥们儿一开口就问：你房子买了没有啊？女士说：没有啊，北京的房子这么贵，哪能说买就能买的呀？然后呢，这男士又紧接着问：那你买车了吗？女士仍旧摇头说：车也没买啊，摇号都摇不到。接着呢，这个男士说：那你有存款吗？女士就很无奈说：我也没啥存款。这下这哥们儿马上说：不好意思，那咱俩不合适。不过呢，看在媒人是我二姨的份上，咱俩就稍微坐会儿就走吧。于是他就开始低头玩手机了，再也没有抬过头。这时候哈，这女士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啊，没忍住啊，就开始反击了，说你一个大男人的相亲就一个劲儿对一个女的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还想蹭吃蹭喝呀？条件好点有什么好牛气的？我是个女的嘛，嫁汉穿衣吃饭，你不懂吗？你凭什么这么拽呀？这哥们儿立刻就怼回去了，你说啥？我蹭吃蹭喝？你看看你自己，都36岁了，工作10几年了，每个月工资攒不住，花光光啊，从来没有想过买房买车，还没有什么存款。你不就是想着以后能找个老公嘛，让他给你买房买车给彩礼就完了呗，对吧？你的思想其实还停留在旧社会，你知道吧？都什么时代了呢？现在是男女平等，好不好？我读书你也在读书，我赚钱你也在赚钱，甚至你可能比我赚的还多。以前的女孩子连驾照都没有，而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还有当宇航员的啊。国外都有女总统。那既然男女都平等，为啥光让我一个人买房买车呀？你根本就是想索取嘛啊，你啥都不想干，那我还谈什么呀？这女生立马就反驳了哈，我是女人呐，要生孩子的呀，男女能真正平等吗？生孩子可是跑一趟鬼门关呐，难道你们男的不应该给我们补偿吗？这哥们儿就说了哈，别，我可不一定想要孩子啊，你生的是孩子，又不是生的我，你可别找我补偿，我又不指着他给我养老，而且呢，现在很多都是养儿啃老，好不好？以后他要是赚到钱了，愿意孝顺你，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要说补偿，那我不也得该补偿我妈吗？对不对？这个男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太会怼人了真的是个能说会道的主。但是大家觉得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你问我哪儿的姑娘最可爱呀？我说了实话可能会得罪人，虽然呢干婚恋10多年了跟女生打交道很多，在北京天南地北的姑娘我都见过，性格差异确实挺大的，我确实也会有一些个人的感受当然这个也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喜好而已。不过呢，我可以保证我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南方妹子呢，大部分确实是软妹子，性格柔和，说话好听要是再加上颜值高那对男人来说真的是无敌的魅力。要说容貌的话，北方姑娘是真的长不过南方姑娘的。但是不管是找对象也好，为人处事也罢交朋友也好，结婚也好，那拼的真不是颜值了，拼的一定是认知和性格。北方姑娘大部分呢来讲性格都是比较直接的，说话呢也不绕弯弯有时候她跟男朋友相处也是这样的，容易让男人觉得她更像个哥们儿。有的姑娘真的很能扛事儿男人的那部分力量都被她替代了，所以缺乏一些柔美的基因。那我个人来讲呢，我绝对最喜欢的是北京姑娘。你别看北京姑娘表面上挺高冷的，但实际上她们挺简单的傻白甜最多。她们性格比较直，但也不缺乏温和和细腻。找对象的时候呢，她们大多是不太看重物质和钱的，比较追求真爱和自由。感觉对了呢，喜欢你，那不管你是哪儿人，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她真会跟你掏心掏肺的交往，也很少玩心机，她们不屑于这个东西。北京姑娘呢，结婚不要彩礼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要真用彩礼去论身价呀，那北京姑娘可能得跟你急啊，啥玩意儿？你是要买我吗？得，那来1个亿吧。他是跟你开玩笑呢，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北京姑娘真的能扛事儿，家里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真的能扛得住。你那个事儿如果没办好，他肯定跟你使个小性子，你这事儿办得不妥啊，不地道啊，不妥当。但是要劲儿的时候啊，他绝对不会给你丢面的。你说他真的没心眼吧？其实也不是，他只是不跟你计较而已啊。总体来说呢，北京姑娘还是相对纯善一些。来我这里找对象的姑娘们，往往北京姑娘的要求是最低的，她们往往提的条件那都不叫条件，大部分男生啊都能达得到，只不过呢北京姑娘很早感觉到，看眼缘。但是你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北京姑娘啊，就好好珍惜吧，这样的姑娘真的不多了啊，别忘了给我留个小心心再走啊。你们猜猜看哈，现在在北京相亲市场上，到底谁是最难找对象的？其实现在呢，已经不是大龄剩女的问题了，也不是那些说没房没车的小伙子，而是那些有弟弟的女生。这个群体现在啊，特别难脱单。只要男生一听说对方有个弟弟，立马人家就不考虑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来解释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哈，大龄美女其实就分2种，一种呢是要求超级的高，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啊非常的强，年轻的时候呢确实被舔废了，捧惯了事儿还特别的多，谁他都看不上，眼光都高得离谱啊。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过去啊受过情伤，对男人非常的不信任，敏感脆弱玻璃心，一碰就碎了，小心谨慎到极点。如果你是个大龄男生，你觉得自己能接受哪一种呢？你问我应该怎么选呀？我劝你哈，如果你想找一个美女，最好呢是找个年轻一点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条件也有限，年龄又上来了，都成大叔了，没法找一个年轻的美女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退而求其次嘛，找一个长相普通一点的大龄女。你见过哪个美女又漂亮，性格还又好，各个方面又很不错，她还能担到大龄啊？不可能的嘛，是不是？通常这样的女人呢，她早就结婚了，人家过得挺幸福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知道吗？相亲的时候啊，什么条件是最重要的？男生真的看脸，女生呢真的是看钱，没错哈，就是这么直白现实。其他的条件呢也重要，但是不如这2项关键啊。男生经济好啊，女生颜值高，这2样啊就是打开心门的钥匙，就是敲门砖。你可能觉得这样说太肤浅了，但是事实啊就是这样子的。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他们的机会就是要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男生相亲第一眼就看女生的照片哈，颜值不过关的话，基本就没戏了。要是顺眼的话呢，再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情况。女生呢，他们首先就看男生的经济实力，钱包厚不厚，然后他们才看性格、人品其他方面。所以哈，不管怎么说，这些硬件条件啊，就是快速通道，不可忽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你们知道吗？满脑子都是钱的姑娘哈，她到底是怎么聊天的？这是一个粉丝的投稿哈。前一阵子呢，有一个亲戚嘛，就给这男的介绍了个女朋友，也就是相亲对象嘛。男的呢是在国外工作了几年，然后呢刚回国不久。这个女孩子呢是当地的一个老师，他们俩认识不多久哈。这女孩呢就跟这个男孩进行了一次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语音交流。这一次的聊天哈，我就听完了嘛，震惊了啊！你知道吗？聊天内容没有一项离开了钱。比如说哈，他说这个男的在国外工作拿的工资并不高，跟国内也差不多，那去国外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呀？我的天哈，这还是个老师，你就这种认知水平啊，我也是服了。难道去国外的价值除了赚钱就没有别的收获吗？然后呢又聊到了人家男生的存款问题。他说大哥，你都工作10年了，你才攒了100来万，这也太不咋地了吧结果人家问他的工资多少，他说1个月5000。这个真的就跟大家说的那种1个月挣几千的还比是一个月挣1-2万的一模一样。就连人家的公积金他都打听了一遍。这个男生聊到这儿呢，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嘛，于是呢就说哈，我也不知道我的公积金账户里有多少钱。结果呢又被这个女的一顿认真的批评，说你怎么连自己的资产情况你都不了解啊，太笑人了。
接着又开始问这个男生哈，你们那边是什么习俗啊？一般要给多少彩礼啊？又接着聊房子多少贷款，最后还聊到了黄金金价啊，还问男生国外的黄金金价如何，应该怎么买，那意思还带了点暗示。最后这个男的呢就装糊涂，假装没听懂啊。最后这女的呀全部聊完了有关于金钱的话题之后，就跟这个男的说了啊，我呢真的不想找你这样的哦，我虽然穷得很稳定，但是我是希望他能挣得更多一点啊，能撑起整个未来，以后还要养孩子要养家，我自己挣的这一点啊顶多就是个零花钱，咱们真的不合适。他还劝这个男的说，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太适合找对象的。那我的故事就讲完了哈。咱就是说现在在一个2、3线城市里，一个男的有房子有车，存款100来万，在姑娘们的眼里还是不太适合结婚是吗？大家说呢？你们肯定想不到，在北京啊，35岁的女人她会觉得自己还挺有市场的。一个90年的女生哈，今年都34岁了，确实岁月不饶人，她长得还不错的，来北京也挺久了，之前呢就一直在忙工作嘛，就忽略了个人问题。今年过完年啊，她就开始疯狂的相亲，估计是被家里催的啊，见了不下50个男生了，一直没有成。她看上的呢，人家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她又不喜欢，所以她也很无奈啊，觉得自己年纪也不算很大，怎么就这么没市场了呢？几年前追求她的男生还有一大把呢，那现在呢几乎都是蜻蜓点水哈，接触一下就没有下文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她看上的男生全部都是那种年收入50万以上的，并且在北京有房有车，岁数也就大她3、5岁。那你们说哈，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怎么会甘心去找一个30多岁的女人嘛？关键的是20多岁的女生人家也就是找这种条件的，那你说她有什么优势呢？后来我就劝她了嘛，我说你接触那种条件再低一点的，比如说暂时没有买房子，收入呢30万左右的，或者呢你也看看离异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她一听完马上就跟我说，姐呀，如果我那样选择的话，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生活质量还高一点，找个没房子的，以后我还得跟他一起还贷款，我们还要养孩子，那经济压力得多大？离异的吧，我觉得也犯不着，我自己都还是个未婚呢，我找个离异的多糟心啊，为了结婚而结婚，让那些亲戚朋友们笑话我，真的不想考虑。我说那得你就单着呗，你等你的缘分啊从天而降啊就得了，反正又不是你一个人单着，大家不都单着呢吗？结果我这么一说啊，他立马就舒坦了，我真的是很无语啊。那所以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30多岁的优质男人去娶一个大龄剩女，也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质的大龄女生去嫁给一个很平庸的男人，这件事啊真的是无解的。你们说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女董事长又能怎么样呢？在婚恋市场它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象，王女士哈，82年的30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了，那几年呢赶上了出口贸易的风口，每年的利润都成倍数的增长，公司的员工数量也在每年的翻，当然哈她也挣得盆满钵满。后来又迎来了资本的青睐，联合了好几家公司啊准备上市，成为了年收入1000万的董事长啊。不得不说哈，在事业上她真的是太优秀了，可以说比很多男人都成功。那么回头过来看一看她的婚姻问题哈，这么多年就一直被搁浅着，这份事业几乎耗尽了她全部的青春。如今她已经40多岁了，事业稳定，生活无忧，反倒是开始感觉到一种孤独，应该成个家了，找个靠谱的男人结婚，再生2个孩子，家庭的快乐将给她带来比挣钱更加有价值的幸福。于是呢，她就找到我聊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她现在啊想找个这样的男人，不用事业上比她成功，只要在她自己的那个领域里啊做得比较优秀就行了，最起码在北京要有个房子，收入最低100万，只能接受比她大5岁以内的男士，并且呢希望对方性格好，有格局，学历高，其他的呢就看双方的缘分了。那么这个要求哈，对于这样一个董事长来讲啊，我觉得听上去呢真的不算高的，我估计他们公司的技术部门的一些人都能达得到，但是哈真正实操起来确实不尽如人意。就不说那些事业有成的男士不会接受这个岁数的女士，
即便是那些真的符合他要求的男士啊，也对他望而生畏。有的男的就觉得他这么成功，性格一定很强势，如果跟他结婚生活，势必得唯唯诺诺，压力太大了，所以他真的很难找啊。在实际推荐当中，最愿意接受他的是哪种男人，你们可能也懂的，但是他肯定不喜欢呀，年龄太大的呢，他也不能接受，不想提前养老。所以我真心劝他要不然就别考虑非得要个婚姻了，不必强求这件事情，随缘就好了，自己可以抓紧生2个孩子。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要2个孩子还不容易吗？找个愿意接受自己的男人一起生活，没必要非得走进婚姻这条路嘛。大家觉得他该怎么选择呢？咱们到评论区走起哦。大家见过卡比兽吗？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卡通人物前几天有一个93年的男生，他来跟我吐槽，说他去相亲遇到一个女生，一进门就上下打量他，问他身高体重是多少。他是北京人嘛，有房有车体制内的，硬实力呢还算不错，就是稍微的矮了点只有1.68米。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卡比兽不是说他，而是跟他相亲的这个女的。男生回答说自己的身高是1.68米，体重120，还算标准吧。这女的一听就说，你93年的知道吗？对我来说你太老了，我是99年的，咱们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还有了，你说你的体型算是标准的，是啥意思啊？是想说我的体型不够标准吗？男生这会儿才发现这个女的体型真的很特别圆滚滚的一个大脑袋就剁在那个肩膀上，根本就没长脖子，还用一副不屑的眼神看着他。于是他就问女生了，那你都问我了，那我也想知道一下你的身高体重是多少。这女的说，我身高1.5米，体重150斤，怎么着？你有意见吗？这男生喝了一口茶，全喷了出来就这一只大卡比兽还嫌弃上我了，真无语。这横的竖着都是150，这不就是个正方形吗？怎么着？都长成这样了，还那么自信呢？我就想不明白他这种人是怎么长大的。我也不明白是谁给他的自信和勇气，谁能明白呀？咱们到评论区聊聊呢。你就说你好不好奇吧。在一个红娘的眼里，到底是男客户更难搞定呢，还是女客户更挑剔呢？我做了10几年的红娘了我就来跟你们聊一聊这个内幕。在男客户的眼中，挑对象的条件就那么几个长得漂不漂亮，年龄够不够小，有没有离过婚，家里呢有没有负担，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没有弟弟，就这么简单。但是说到这个女客户那可就复杂了。长得不够高不见不帅没眼缘的不见，有房有贷款的也不见，房子不在市区中心的不能见，收入和自己差不多的也不能见，戴眼镜的都不能见，爱好太多的也不见，星座不合适的更不见，就连脸型不好看也是拒绝的理由身形不合适了，衣品差了，发际线太高这些都成为被拒绝的理由。那还有什么父母没有社保啦，长得太老气啦，即使人家是个博士，只要第一学历学校不够拔尖的那都不行。看照片拍照姿势不够自信的那也能被 pass 了。如果实在挑不出来毛病那就一句话，没感觉。你看看这服务难度，你觉得谁更难伺候呢？有些女生她到底是怎么变得这么虚荣和物质的呢？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北京有一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他一年呢换10个女朋友，那么北京就会出现有10个女人心心念念的会说，老娘的前男友是开法拉利的。可他有没有交过那些开普通车的男朋友呢？肯定也是交过的，对吧？但是他绝对不会把开普通车的男朋友天天挂在嘴边上说的，反而他会认为自己就是可以配一个开法拉利的男朋友的。那么再假如每个女人她身边还有5个闺蜜，那么北京就会出现50个女人认为，我那个闺蜜长得也还不如我呢，那她都能找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带她兜风，我难道还不能吗？看吧就凭一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就能造就出北京60多个女性认为我能匹配开法拉利的男朋友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信不信有 80% 的女生都是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的拖成了大龄剩女的。就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认为相亲就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他们说现在的男生一点耐心都没有，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有个女生91年的
在私企里边工作啊，做文员的，年收入大概也就10来万的样子。朋友呢给他介绍了一个88年在大厂做管理的一个男孩啊，一年呢收入30多万，家里在北京的4环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呢，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男生呢就开始追求她了啊，请她吃饭呐，请她逛街呀，车接车送啊，随叫随到。就这样追了她2个多月啊，520的时候呢，男生就捧了一束花给她表白，希望能把这段关系给确定下来。但是呢，他觉得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啊，女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嘛啊，那2个人呢就再处一处啊。结果男生呢又追了她3个月啊，在七夕的时候呢又跟她表白了啊。他呢就觉得这个男生啊太心急了吧，我们这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都表白2次了，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太强了呀？但是这一回男生啊就不耐烦了啊，直接就摊牌了，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你要是愿意呢咱就在一起，你不愿意呢就拉倒吧。啊，没有太多时间追他了。这个女生一听这个男生的态度啊，还没跟他在一起呢就开始威胁自己了，以后在一起了那还了得啊。然后呢就又把男生给拒绝了。这回啊男生二话没说啊，把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上车就走了。哎呦，这回啊把这个女的气的呀不行了啊。那我听他说完我也懵了，那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呢？他说我挺喜欢的呀，因为这个男生的条件是他遇到的男生里面最好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啊女生不能太好追了啊，那男生就不会珍惜她。再说呢啊确实是啊我自己又比较慢热，有句话不是说嘛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听他说完我真的头又大了啊，又是一个毒鸡汤喝多了的。你咋不看看自己的年纪啊，又不小了对不对，你条件又不是很好啊，又不是很出众，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追，那用这个难追来衡量这个男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观念是有的问题的呀啊，你搞得那么难追，那人家还不停的追你啊，那说明这个人他就是没得别的追嘛，他没得选嘛。但是但凡他选择面广一点点，他可能都去追别人了，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那能怪谁呀？还有啊，就是一个女生啊，你一定要知道啊，自己在相亲的时候那些减分的项，30岁以上的女生一定是减分了啊，身高不足1.6米的有点减分啊，体重超过平均水平的也是减分的，有弟弟的也减分，离异家庭的也减分，本科以下学历的很减分，父母没有保障的啊减分，工作不稳定的呀肯定减分，经历太多的那绝对减分，公主病的呀也是很减分的，内向慢热的那绝对减分，不喜欢沟通的减分，太被动的减分，不想要孩子的那绝对减分啊，有男闺蜜的那也是啊减分到0了。最重要的呀那就是长得丑啊是最减分的。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呢？啊，咱们的评论区聊聊吧。你配得上这样的男生，但是呢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实力你却不知道。前不久呢我这里啊来了一个92年的女生，她呢想跟我啊聊一聊自己的择偶定位，因为她说啊自己从25岁就开始相亲了啊，要求条件一直都不算高啊，没有变过，但是这几年相亲下来没有一个谈成的。之前呢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还有几个男生有点意向啊接触一下啊，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对方觉得不合适啊就收场了。他说自己是92年的，想找一个大3岁以内的男生不算过分吧，自己呢是体制内的工作，想找一个同样是体制内的，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毛病吧。然后呢收入方面比自己高一点就行，他1年呢12万，对方呢有个30万就 OK 了。在北京啊这样的收入的男生不是很多吗？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算高啊？另外的话呢自己在北京有房有车，所以希望对方呢也有房子也有车。然后学历方面，因为自己是个硕士嘛，所以呢希望对方呢也是个硕士，这样呢也算是很对等的，对吗？身高的话自己1.65米，要求对方175，这个也很正常，是不是？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啊，从条件的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这样的要求呢确实一点都不过分，非常的正常，并且匹配的很好啊，没有高攀也没有下架，挺合适的。的确你的条件应该配这样的男生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你不能忽略了。我给他分析了一下，一个在北京的男生，年龄34岁以下，身高在175以上，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年薪30万以上，还是个硕士的学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大。就从年龄这一项来讲，他可以从20岁到30岁的姑娘中筛选，而且基本上比你年轻的女孩们啊也都想找这样的男生，条件要求都跟你差不多。而一个女生的年龄又是男人最看重的一项，但是你自己呢，3个年龄段的男生，从学历来讲，男生呢可以从大专选择到硕士，这一点他的选择范围仍然比你大很多。那么还有就是啊，关于收入啊、房子啊、车呀，这几项是男生不太看重的东西，所以你有车有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
毕竟就算结婚之后，你的还是你的，他是占不到太多便宜的，对吗？所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生们肯定愿意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所以你在匹配对象的时候啊，不要去跟男生匹配条件，而是要跟你的竞争对手去对比一下，你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样才是对的。其实现在啊，结婚率已经非常低了，基本陷入了一个死局。因为好多的女生找对象啊，如果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就不要啊。那男生呢，你有房有车有存款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会给我用啊，我也不要你。有的男生觉得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呀？而没有的男生呢，啊，反正我啥也没有嘛，啊，我就不找了，反正我也找不到。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女生呢，啊，又觉得那我啥都有了，我找个男人干嘛呀？男人呢觉得，哎，我有别墅啊，靠着大海，哎，我多有钱，我更不想找了，我找谁我都吃亏啊。总之呢，很多的女生啊，不管有没有都不满足，很多的男生呢，不管有没有都不大情愿，比来比去选来选去都30好大几了啊。好多呢好像自己过啊也没啥大不了的，那就接着自己过呗，反正都习惯了，所以他们都结不上婚。你们说对不对？为什么说哈，大家认为亲朋好友介绍的就比婚介的更靠谱？你心理上觉得哈，肯定啊是靠谱的才会介绍嘛，认为熟悉呢就是能了解了。其实啊，也只是基本情况有些了解，但是熟悉代表不了真的了解。毕竟找对象和普通交友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何况哈，如今的婚姻感情涉及的很多的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相处啊，性格都会有所变化。长久的感情不能只看基础条件，也不能只看内在的品行，需要内外综合考虑的。要不离婚率也不会这么高了呀。啊，如今的这个婚介机构其实哈，总的来说还都是比较正规的。第一步都会帮你选择资料审核认证嘛，比如说啊，身份证啊、房产证啊、婚姻状况啊、学历证明啊、财产证明、收入等等。第二步呢，才会进行择偶定位分析的，最后给你匹配到合适的人。啊，我为什么能够高效匹配、脱单率高，都是因为经验所得。很多人啊来我这里很快他就找到了。我再声明一点，现如今已经是法治社会了啊，不会有什么托啊，有那就是在诈骗，那是犯法的。要真的是那样啊，我也早就关门了，是不是？千万不要轻易去追剩女，为啥？因为他们有4大绝技，你要是能破，你再去追。第一，高标准，低能力，他自己可能一个月就挣几千块钱，还盼着找一个几万块钱的男神。第二呢，嘴硬，心也硬，他没有公主命，但是他非要摆个公主的谱。第三，超级自私，年纪大了，标准还不下降，好像这个事儿就应该如此。第四，绝顶双标，他想找高富帅就很正常，男人想找白富美就是想吃软饭，好像他找个有钱人就不算吃软饭了。说白了吧，这么多毛病的人，你敢接盘吗？我今天要说个事实哈，有的人你别不爱听，在北京你去找那些大机构相亲，我也承认资源人家确实很多，比我们这种做个人 IP 的多了。但是为什么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你还是找不到呢？你还傻乎乎的去续费，一次又一次哈，继续找，最后你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钱都白花了。有的人花的钱可能都能买一台车了。你找到了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吗？我先不告诉你哈，后面再说。之前呀，还有人找我哈，沟通了 N 次，我给他做好了择偶定位、相亲心态建设，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则都是大实话，都是经验。人家可能不爱听，我说的可能也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方向，他就不甘心了。出门的时候呢，还万分感激哈，结果第二天发信息啊，发现被他拉黑了。然后呢，过了几个月呢，他又绕一圈回来，又来找我哈，重新加微信问我一堆问题，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我就想说哈，你就是活该被人家骗了命，谁让你爱听好听的呢？人家为了收你的钱，说点你爱听的，又不会掉几斤肉，顺着你的意愿说，不好吗？只要你愿意掏钱，你想听什么啊，人家就说什么，你想怎么找，人家都说 OK， 甚至可以把你的笔画得更大一点。只要钱从你的兜里掏出来的目的达到就行了。最后你会发现，跟你沟通的是个销售，等你把钱交完了之后，给你服务的又是个陌生的红娘，根本就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这个红娘的水平怎么样。但是你的钱都交过了呀，你就成了菜板上的肉了，任人宰割。而且你按照自己的意愿找，
结果你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人就是真话你听不进去啊，还对为他好的人有了敌意，最后呢自己被那些说好听话的地方给坑了。回来又想起我来了。真的，你要想好好找个对象结婚，你就是得听听专业红娘给你的建议啊，而不是那些销售的口舌如簧，说的天花乱坠。他只是为了收你的钱，你搞清楚，最后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虽然我也收钱，但是我最起码我跟你说实话呀，让你真的找到人结婚呢，我凭良心做呀。你要做冤大头，谁能拦着你呢？对吗？虽然你是公主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啊，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啊，最近把他拉黑了。2周前，这姑娘跟男孩见面以后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2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他不但迟到了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2次约会呢，2个人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2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快速的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男生很尴尬因为在电影院里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太大了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女孩说要约周日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她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她马上就回应男生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嘴也很甜。于是2个人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打了一长串文字发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这2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这样的奇葩你们有没有见过呢？北京有一个90年的男生呢，经过他的父母介绍认识了一个98年的女生。他们双方呢聊天大概聊了2周左右这个姑娘总算是有时间出来见面了。2个人呢就约在饭店吃饭嘛男生呢就比较客气为了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嘛，就让女生点菜。这个女生一点就点了7、8个菜一看这个量，他俩根本就吃不完。但是呢，这个女生点完菜以后还跟男生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是不想相亲的
就是为了来应付一下我爸妈，他们非逼我来的，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的，实在太烦了。然后男生啊听完之后就说啊，那你可以回去啊。女生就很吃惊，这不是刚点完菜吗？男生说你可以不吃啊。然后就对服务员说，你过来啊，把这些菜全部打包了。女生看了一眼说，哎呀，你其实也不必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做朋友呀。男生说不用了吧，我朋友挺多的。然后呢打完包啊就走了，把女生一个人啊留在这个餐厅里。咱们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今天去参加一个婚礼是在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草坪。花漂不漂亮？你们啥时候让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啊？最美的风景早已在你身旁，你会前路担当，活成想要的模样，你也会等到春风融化进你的双，所以请你勇敢大胆地向前去闯，没有一朵乌云能遮住太阳。在北京其实啊，有钱的单身大哥真的非常的多。那到底是选未婚的好，还是选离异的好呢？有个98年的漂亮女生，真的非常漂亮。她来相亲呢，只想嫁给有钱大哥，岁数一定要比自己大12岁以上。那我就很好奇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呢？她说反正富二代她是不考虑的，有钱被惯坏了，不成熟，还嚣张，花心也不专一，反正一身都是问题。而这些年龄偏大一点的创一代呢，不管是未婚还是离异，他都不介意。创一代情绪稳定嘛，成熟有魅力嘛，最重要的还是有财产支配权。只不过他在未婚和离异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点小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那我就告诉他了实际上你最好的选择根本就不是找一个大自己10几岁的大叔。未婚的有钱大叔他一定很挑的，不然他不会条件这么好还单照现在没结婚，对不对？那种离婚的有钱大叔呢，你更不要期待他们离一次婚损失得多惨重啊！你觉得他还会轻易的进入婚姻吗？他只会比未婚的还要挑剔10倍以上，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他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他特别不想选择的富二代。二代在他的眼里虽然是这样的一番景致，但是那只能说明他见过的二代真的还是太少了。我所接触到的二代群体，但凡他能跑来相亲还真的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男生，有责任感，传统顾家，学历能力都很好，而且他们大部分都已经继承了家族企业，做人做事都很到位的，并且非常有礼貌甚至人家内心还很谦逊很低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的，知道了吗？大家见过狗相亲吗？反正我是头一回听说。前几天有一个北京姑娘来跟一个小伙子相亲嘛，那就带着她的狗呢一起来的。原本我以为这个姑娘就是想缓和一下相亲的气氛嘛，结果呢人家才不是呢。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家的狗呢是会看人的，觉得善良的它就会很热情，不善良的它就会咬，对人家不友好。我都相亲好几次了，我都带着它，我就想让我们家狗看看，被咬的我就直接 pass， 热情的呢我就待定，我家狗喜欢的呢我就会喜欢，狗不喜欢的我都不考虑了。你看我的闺蜜就是这么找到她老公的，现在人家过得可幸福了。听起来是不是像个笑话？但是这是真事儿狗是能感觉到人品好坏的，所以呢狗不喜欢的男朋友是一定要考虑一下的。我也给她说的蒙圈了，反正我就觉得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咱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当今的婚恋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天我在直播间呢，有人就让我聊聊这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你们分析分析。第一如今的80后已经凉了一大批的未婚单身可能他只能孤独终老了，还有一大批的离异单身他也找不到对象，剩下的一些正常点的呢，要么就是为了孩子凑合过着，要么就已经走在了离婚和准备离婚的路上。那现在的80后真的是压力山大的一批人。第二呢，咱们再来看看90后，他们是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结婚率最低的点，也是他们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生育率的最低点。90后的观念很超前，他们的内心热衷于搞钱，心思没有太多放在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上，而且这一代女生也是有史以来眼光和要求最高的一批人。当然
也不得不承认，她们也是在学业工作能力方面啊普遍较出色的一批女生。但是她们也因此牺牲了爱情和婚姻，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呢大于了对社会的繁衍贡献，这是她们选择了前者。最后就看看00后，00后是最清醒的一代说他们清醒是因为啊他们真的太懒了，别说结婚了，就连谈恋爱都懒得谈。他们的世界有太多比爱情婚姻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是什么人生大事，孩子更多余，有钱就多养几个，没钱啊就别生别养。他们就是这么人间清醒啊！3000多万男光棍都在农村婚恋真实的现状就是现在在农村呢是一群的男人抢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在城市呢现状是一群女人在抢一个优质男人。农村呢是女人啊带着孩子都照样可以嫁人，而城市呢女人带着房子都嫁不掉。农村的光棍有一大片城市呢剩女有一大堆。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这4种工作的女生到底怎么了？最近北京啊有很多的男生跟我说有这4种职业的女生呢，她们是不太愿意找的。第一就是护士，干的活呢又脏又累上班时间还不固定，忙起来还经常要加班，根本就顾不了家。第二呢就是老师，爱说教，工作中的情绪经常都会带到家里来，工资又不高，还眼光很高，见过雄鹰的女人是爱不上乌鸦的。第三就是律师，精明的很万一哪天要离婚打官司，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可能会把你算计得一毛不剩。最后一种最严重，金融行业的女生，天天跟有钱人打交道，时间长就很物质，喜欢钱慕强，没几个银子的男人最好别去招惹他们，人家都不会拿正眼瞧你，根本看不上。嫁给穷小子下辈子都不可能。听完了这些，大家作何感想呢？咱们到评论区说道这个事儿。你们知道现在在北京男生相亲到底有多牛我给你们报几条第一，他们绝对不做舔狗约会3次说没感觉的立马就换人了。第二买房子没问题想跟他一起买也可以各买各的呢也行，但是让他单独加你的名字门儿都不会有。第三，北京虽然没有硬性的彩礼规矩，但是你要提彩礼也行，只要你的嫁妆准备好了也可以。既然说传统嘛，那咱就按传统的来办，协议得签好了彩礼全部都得带回来。最后呢，婚前体检必须做，关键指标一项都不能漏查。各位北京的单身朋友们，对于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不想再多养一头猪了，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吧？当时真的给我笑喷了都今天我讲的这个是个现实版的真事儿。上个月呢，我给一个89年的男生介绍对象嘛，他们家里还真就是养猪的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家里还挺有钱，在北京呢有2套房产2辆车，男生自己呢也上的是985大学，人也挺聪明的。但是这个男生他比较低调，希望呢自己能找一个朴实一点的，能踏实过日子的女的，不那么物质的姑娘结果太不巧了，那天呢跟他相亲的姑娘一上来就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房子车子收入存款资产等等问了一溜够，完全暴露了自己物质女的那副嘴脸。所以这个男生就说了，我没房我也没车，我也没啥资产，家里边就是养猪的。于是这姑娘气得不行了当场就炸了，说什么你家里养猪的，那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嫁给一个养猪的人，这个条件怎么配得上我的高学历呢？后来这个女的就跑来质问我她说你不是说他们家里做生意的挺有钱的吗？有房有车的，但是她自己跟我说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在糊弄我吧？于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把男生给我提交的那些房产证明收入证明全部给他看了一下。我还告诉他是因为他没看上你，所以才跟你说这些的。这回这个姑娘一下子就泄气了说那怎么就没看上我呢？当时她看资料的时候不还挺想认识一下的吗？我说你知道吗，跟一个相亲男的去问他的房产资产存款的时候，就跟一个相亲男生在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怀过几次孕是一样的道理，非常令人下头，你知道吗？这回他真的后悔了结果呢回去之后呢又去联系那个男生，结果人家就给他回了一句话，抱歉我们家就是养猪的，
但是我不想再多养一头了。大家说是不是很尴尬吗？今天的客户实在太客气了，非要开着他的大宾利把我送回家，这一路聊得特别我不缺女孩子，我只是缺一个可以娶回家的女孩子。我这里有一个南方男孩，94年的哈，180的个子，长得很儒雅，家里做生意，比较传统的家庭。他呢也算是富二代一枚，在北京呢有房有车，经济条件也很好，他自己也开着一家公司自己在经营。他这样的条件可以说应该不缺女孩子的呀。但是呢，他跟我说，我不是缺女孩子，我是缺一个可以真正娶回家做老婆的女孩子。大家来看看他的择偶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第一，这个姑娘不一定非得大美女，虽然他能找到大美女，但是他说发现在大城市的美女多多少少都有点太现实了，说俗气一点就是有点捞嘛。他虽然不缺钱，但是他也不希望一个女人是冲他的钱来的，多没意思呢。冲自己的钱来，那以后也会冲自己的钱而去，所以还是不想找那样的希望对方的长相中上水平就可以了。第二点，这个姑娘最重要的点是性格好，她喜欢活泼一点的，性格随和一点的，两个人能玩到一起，也能聊到一起。其实呢，她自己是比较宅的比较希望对方能够带动一点，她呢是很乐意去配合的。第三点，学历方面最好呢也是留过学的，因为她自己也留过学这样就比较有共同语言嘛。第四点不能有同居史，有同居史的接受起来真的很困难。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也有自己的过往，我也尊重别人的过去，并不是对这个有什么偏见，因为我自己没有，所以我也不太能接受对方有。第四点，不喜欢工作太忙的姑娘，以后结婚了也照顾不了家庭，两个人都忙忙碌碌的，那也就没有家庭的氛围了。第五点，他比较喜欢小孩，以后肯定是要生2个以上孩子的，只要对方愿意，又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话，他会非常认真的交往的，希望能够在半年内就确定关系，1年之内就可以结婚。大家觉得他的要求合理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吴三桂想翻身到底有多难呢？这个事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北京有一个大龄未婚女嘛，她35岁了没房没车也没存款，在一家私企里边打工。最近呢，她的一个邻居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跟她一样大这位邻居阿姨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红娘，就是觉得这俩人呢还不错给他们撮合一下，所以呢就并没有跟他们2个去讲清楚彼此的条件和要求就让他们俩自己去见面试试感觉嘛。结果这2个人还真的就约着见面了。男的呢就问这个女的你是什么条件呀？女的说，我没房没车也没什么存款，普通打工的，1个月大概就挣5000多也不怎么够花，现在北京租个房子也挺贵的。然后这男的马上就接过来说了那还不错呀，那咱俩应该挺合适的，还比较般配。女的说，我还不清楚你是什么情况呢，这怎么就般配了呢？男的说，因为我也没房没车呀，我也没有什么存款，我1个月大概收入也是5000多，咱俩不都是3无产品吗？这不还挺门当户对的吗？如果你各方面都比我强，那我不是怕你也看不上我吗？结果这个女的就说了那你想多了我们女的都是慕强的，你要是长得跟我一样，那还有什么能吸引我呢？然后她把头扭到一边去说，我觉得咱俩可不般配。结果这个男的也就不示弱了他说，那我懂了，你说的慕强不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好的呗，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想找个什么都有的。女的说，可不是嘛，有钱的男人他又不看女的有没有钱，他只考虑这个女的够不够年轻漂亮就可以了呀。然后这个男的说，那你都35岁了，还谈得上年轻漂亮吗？女的说，只要男的能给我50万彩礼我嫁给谁都可以的，你拿得出来吗？结果这男的就说，你25岁的时候都没把自己嫁出去，你现在都35岁了，你还想找个条件好的？如果年轻貌美是你的财富，那你的财富不是天天都在贬值吗？你难道没有发现现在出来给你相亲的基本上已经没有条件好的了吗？你就别装了，也别端着了我的老姐姐。大家说这个男的到底说的对不对呢？不要再到处乱相亲了好不好？你是不是已经相亲挺长时间了，但是就是一直成不了？你见了很多很多的理想型相亲对象，但是人家就是不选择你，愿意选择你的你又不喜欢他，知道为什么吗？第一，因为你对自己的认知并不清楚，
你可能高估了自己在婚恋市场的价值而不自知。第二你对你理想类型的人并不了解，你并不知道人家的需求是什么。第三，因为你不懂爱商、性商、情商，所以就算有个理想类型的人愿意跟你谈一谈，你也很快就谈黄了。那到底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在北京做了12年的红娘，谈不上情感专家，但是12年的经验手把手教会你如何懂人心，如何做好自我定位，如何跟相亲对象相处，你没有的我这里都有。先点个赞，关注一下，说不定哪天你就需要我了。大家知道吗？太无奈了。最近我们北京的大龄专场相亲活动又是女生爆满，男生呢少得可怜。我还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系愿意来的人少之又少，这个场面真的很尴尬不过呢，在场的女生呢还是个个都很积极展示自己但是男生呢却显得非常冷淡。其实呢，从条件上看这些男生其实好多都没有这些女生收入高，有几位还算是入得眼的，但是活动快结束了，他们连一个女生的微信都没有加，估计就是没看上嘛。那我就特意去采访了一下这几位男生到底怎么想的，结果我发现他们就是来碰碰运气。如果在大龄女生当中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呢，也可以考虑考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一个也没看上。男生们都认为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年龄的问题，主要是生育价值已经所剩无几了。生一个孩子可能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她生2个，估计就很悬了。所以一个女生如果她长得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很好，这样的大龄女生勉强还能凑合嘛，至少看着顺眼呢。关键的是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她不觉得自己颜值差但她们在婚恋市场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但是仍然不愿意降低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要事业有成要情商高，样样都不能少还想花男人的钱。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缺钱，不缺房，不缺车，大龄剩女都比较看重物质，但是呢，年龄、长相和情商又配不上他们的理想。问题是他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仍然会认为自己阅历多，思想成熟，就应该配得上优质的男人。其实呢，大多数剩女并不漂亮，只是她自己认为自己漂亮而已工作能力呢确实很强，有房有车，这些又不是男人找女人的一个刚需。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的女孩还高，自认为阅历很丰富，其实只不过是情感经历丰富。对于优质男人来说，这样的女人基本上就是低价值的。所以这些大龄剩女呢，还总以为自己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到好男人，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问题，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对吗？心若无所求，有否风皆自由，向往着远方，寻找理想的温柔。平凡日子中，不争不夺不忧愁，行走人海中，做个默默。你知道吗？在北京和上海的有钱人，他们的择偶都有什么不同吗？这2座超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简直完全不一样。说白了北京是女生相亲的激烈战场，而上海则是女生追求爱情的地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些城市，白富美的数量都远远超过高富帅好多倍。我们先说北京，这里的男生在漂亮的女生当中更青睐那些体制内高学历和有京沪的女生，因为这些东西它意味着资源嘛。而在北方男生的眼中只要你有1-2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可以啦。比如说你比我小10岁年轻漂亮，又是名校毕业，性格还不错，那就 OK 啦。但是在上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上海的人呢，择偶标准呢更严格，他们讲究各个维度都要均衡。如果我有1个亿，那你也得有1个亿，我们互相都不占便宜。比如一个女生名校毕业，年轻漂亮，可家境一般，她在北京可能还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几乎没戏，大概率她是进不了豪门的。所以说同样是择偶，京沪两地可真的是大不同。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到评论区讨论一下。昨天我去见了一个单身企业主，我们大概交谈了40分钟左右他把自己的情况和要求都跟我说清楚了。那当我临走的时候呢，这位客户突然就拉住我他跟我说，小张，其实你挺专业的，但凡你会玩点套路你会赚得更多。
其实呢，我做红娘都12年了，这里边各种大小平台玩的那些套路，其实我比谁都清楚。但是我绝对不想那么干呀。我早在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当时很知名的平台做首席红娘的时候，我就已经服务很多高净值客户了，一直到现在。因为现在是自己的事儿呀，我得对得起每一个信任我的客户。我始终认为积累口碑，赢得人心才是立足市场的根本的。我只希望认识我的人会说，在北京做红娘的丽欣姐啊，她不仅很专业，而且还很靠谱，介绍的人也靠谱，价格也还不算高啊，找她找对象就对了。做生意没有不赚钱的，但是我一定要坚持自己赚良心钱。你们说我这样少赚几个钱，但是我做靠谱的生意，是不是对的呢？今天这个视频大家看到结尾不知道作何感想。在七夕的那一天两个相亲刚刚认识不久的男女出去约会嘛，然后呢，这个也算是他们两个的第2次见面。男生就请女生吃饭，饭店呢是女生选的，人均消费1000以上。然后他们又去看了一场电影，男生一直陪在身边，连手都没有敢碰她一下。出了电影院之后女生又提出来一个要求，想去附近的 SKP 逛一逛当活动活动。结果呢，他们两个就上下几层溜了1-2圈。这个女生呢就七七八八的买了一堆东西嘛，首饰啦、衣服啦、化妆品总共花了好几千，男生都给她付了。其实他们那天聊得还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男生送她回家，就问她觉得自己怎么样嘛咱们有没有必要继续往前交往啊？结果这个时候没有想到女生这么说，我对你印象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印象归印象，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但是可能不是我的菜，咱们并不是很合适。男生心里就凉了立马就恢复了理智。他停了1分钟，说那以后咱俩是不是就不用见面了呢？女孩说那我们以后可以做朋友呀。结果这个男生就说那朋友之间是不是就该明算账比较好呀？今天呢，吃饭看电影这些钱都算了，算我请你的。你在商场买的这几千块钱的东西，那现在可不可以把钱转给我呢？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你们知道吗？我前几天呢接待了一个40岁左右的男粉丝他的一番话真的让我目瞪口呆。他是82年的，他居然跟我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是越来越不想结婚。如果不是他的爸妈催他结婚他是不会来找我的。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大堆理由，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他。他说他不想结婚就是因为自己太懒了，他不想承担那些永远还不完的房贷车贷，每逢节假日还要绞尽脑汁想着送什么礼物给老婆，这个实在太累了，每天还得想着如果工作不够努力，老婆会不会哪天离开他呀？这种担忧让他压力山大，每天像狗一样累，回家可能还吃不上一口热饭，受了一整天的气呢，回家可能还要面对老婆的不满，这样的生活他一天都不想过。他说更不想在孝顺父母的同时还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把儿女辛辛苦苦拉扯大之后还得拼命的攒钱给他们买房买车，跟别人攀比谁的孩子更优秀，在老婆和老妈之间还得经常调解关系，如果处理的不好还得两头受气，实在太麻烦了。他说一个人生活自由自在的多好饿了就吃嘛，困了就睡嘛，想打游戏就打游戏窝在被窝里睡觉，那也没人管你。钱多我就多花点，钱少我就少花点呗，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也不饿，多舒坦呀。那我就问他，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呢？他回答的特别的干脆，现在这个社会难道还指望儿女给你养老真的是想多了。我邻居家里的老太太90多岁了，她老公早走了，2个儿子都在国外定居，1年到头我也没见她孩子回来看看她还不是自己管自己。我听完他说这些真的有点无语。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认同他的观点吗？手相牵，我们可爱到永远。I got you in， 看着你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梦游二婚女相亲条件又把相亲男人给雷翻了。这是一个男网友的亲身经历。那天呢，36岁的二婚女跟这个30岁的二婚男呢，他们约着线下见面。之前2个人一直都在网上聊的，2个多月了终于要奔现了
还是有一些小激动的。两个人呢就约到了一个公园，男士呢就先到了啊，等了半个多小时，女士呢终于来了。结果呢，他说是因为路上太堵了哈，所以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其实没太在意嘛，想想大家都是来相亲的嘛，就相互说说自己的要求啊什么的。毕竟呢，网上聊了很久，聊的也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这回呢，就大家说明白好了啊，开诚布公的。男士呢就让女士先说，于是这个女士就说之前呢自己说的自己是30岁，实际上呢是36岁哈。不过周围的人都说自己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28岁的样子。问男士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年龄，男士没有接话啊，说那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和要求就一起说了吧。于是这个女士又说我呢个人对另一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几点。一个呢就是在城里必须有2套房，因为自己是独生女，以后呢想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养老。男方的房子有一套必须要写他的名字这个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感，为了保障嘛，毕竟已经离过一次婚了再有呢就是结婚后男方的收入和财产都得让他来管理，怕男方乱花钱，自己呢感觉不踏实。最后就是结婚还是要彩礼的，不会很高，20万就够了。听到这里男士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你说你36岁长得像28岁的，那我要是告诉你，人家都说我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长得很像有钱人，你能接受吗？还有你说我的房子写你的名字是为了你的安全感，那我的安全感不是就没有了吗？对吗？谁也不想再离婚，但是谁也保不准还会不会离婚的。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我还见过一个离过4、5次婚的人呢，那你怎么说呢？最后你说你要的彩礼不算多，也就20万，你知道一个男的要在城里买2套房，还得给你准备20万彩礼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的人？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还会站在这儿跟你相亲吗？就在这时候，老远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就冲着这个女的叫妈妈妈妈。你说让我跟小朋友玩会儿，可是他们都走了，我就过来找你了。男士这会儿才恍然大悟说你还有个孩子呀？女士这会儿就一脸的尴尬说是的，我女儿都5岁了，刚才呢就是在哄她，所以我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已经完全下头了，说自己还有事儿转身就走了。我说现在有些人你出来相亲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大家都很理性的，没有谁那么容易被骗的，好吗？奇葩虽然很多，但是好姑娘真的也有的是。山东的姑娘96年的，身高1.65米，大学毕业就在北京工作了，长相很甜美爱笑的姑娘性格特别好，她工作很努力，3、4年的时间，从一个小白做到了公司的管理，从她的朋友圈都不难看出，这个姑娘真的工作很认真。可惜呢，就是有点太偏重于工作了，这几年都忘了谈恋爱的事情。她说之前她也谈过只不过呢，都是时间挺短的，好多时候都是因为对方觉得她工作太忙了，大家逐渐就冷淡了。现在家里边开始催她结婚了，她才想起来到我这里看一看想找一个踏实一点的男生，大他8岁以内都可以接受，身高170以上就行了。重点是男生必须比较上进，不介意男生在北京还没有买房，只要努力，他可以跟他一起买。这个方面他不是很强求的，毕竟现在的经济也不是很景气嘛，北京的房子又那么贵，非要让自己在北京找一个已经有房子的，那可能又担心被人家看不上。现在北京单身女性又这么的多，这不就是在耽误自己的时间吗？他比较喜欢呢爱运动的男生，有上进心正能量的就好了。如果现在谈恋爱他也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事情上，专注一点，希望能够在这里遇到他的有缘人。大家觉得他怎么样呢？到评论区留言讨论哦。你完全想不到在有钱人的眼里这些姑娘是绝对不能娶回家做老婆的。这个是我前几天跟一个大佬聊天的时候呢，我才知道的。人家真的是人间清醒，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他分析的到底对不对。第一类就是资料上写着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他认为呢，这种女生如果不是家庭条件特别好，比较清闲，喜欢这种运动的话，大部分一般普通女生喜欢玩这个运动的，其实都有一个原因，我就不细说了懂的人都懂。第二种呢，就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这类女生见过很多大佬级别的人，
他们在工作当中会接触很多有钱的人，他会莫名其妙把自己摆放在这个阶层或者呢这个群体里，所以他们会找对象的时候把物质生活或者物质条件会放在第一位的，不管自己呢配不配。第三种就是普通的家庭，收入也很一般的女生，你看她如果穿一身的名牌，拿的包也好几万，开的车也很贵，那这种女生也绝对不能要的。短则一下呢可能会考虑娶回家就算了吧。最后一种就是所有艺校的漂亮女生也一样，基本她不会娶。她说就一个字丧。她是一个创一代嘛，40多岁了，离过一次婚，见过很多人，也非常了解人性。她的观念呢，我其实不止一次听到过同级别的大佬聊过，所以我觉得虽然不能全部一概而论，但是这个论述已经基本上代表了他们这个群体的普遍认知了，大家觉得是不是？今年的七夕可真是不一样了，朋友圈已经看不到什么晒礼物的人了。这次不仅是赶上了消费降级，还碰上了舔狗经济崩盘。以前说什么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只负责貌美如花，爱你就得给你花结果呢，男人们的钱包被掏空了，小仙女们呢心花怒放就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但现在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男人们竟然开窍了，不再做舔狗为女人花钱。有数据显示中国的游戏市场收入超过了3000亿同比增长了 13.95%。 男士的美妆护肤市场在抖音上的销售额超过了1个亿，同比增长了 235.37%。 垂钓装备市场的规模在2022年达到了46个亿，同比增长了 189%。 2023年呢继续猛增，这个数据可是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今年我们整体社会的消费都在降级，但是男性的商品销售却逆势增长，看来是越来越多的男性终于觉醒了，不再为异性去花钱，而是开始取悦自己。不少网友都评论说，与其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还不如带妈妈去旅个游，买个70寸的大电视买个游戏皮肤 AJ 或者呢是好的渔具，洗个脚也不错呀，总比变成沉没成本来的舒心。以前女性都是小仙女男性都是臭屌丝，让女性觉得男性掏钱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就理直气壮的在享受这一切。这种捧杀让女性就迷失了自我不自觉的她就提高了择偶要求。所以你们会看到在相亲节目现场有不少30岁以上的小仙女，她们都要求年薪20-30万以上身高还得1.8米。就这种畸形的择偶观，导致在短短的10几年时间里面，中国居然出现了1亿多剩女，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再好的宣传都比不上顾客的口碑和转介绍，再多的感谢都比不上客户们的信任和满意。因为信任，所以他们才会推荐我，因为品质，所以他们才会信任我。好的服务和好的口碑才是我能够长久生存下去的动力。我是在北京做红娘的丽欣姐，如果你有需要就点赞关注我吧。87年的女生相亲到底有多崩溃？在北京这样的女生太多了。她们刚来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喜欢条件好的外形条件呢顺眼一点的。结果见了几个这样之后，没有一个愿意跟她继续谈的。后来呢，她又会降低一些条件可以不看眼缘了，条件呢跟自己差不多或者差一点的也行但是她发现她虽然降了条件，但是仍然非常的难。遇到最多的呢就是一些有点奇葩的男人，比如说奇葩的言论奇葩的想法啦，奇葩的认知甚至很奇怪的性格。他想遇到一个正常的都不太容易。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求一降再降了仍然找不到对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降低要求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年龄增长的速度大家说对不对？